威懾力拉滿了。在東部戰區圍島演練期間，一架大陸無人機飛越了台北地標建築101大廈。我自願冒死去台灣，找到賴清德，當面說服他回歸我祖國大陸。如果做不到，我甘願在台灣做人質。若一去不回，不少人在說打台灣的啊！我就問你了，你怎麼不去打的？打下台灣對你有什麼好處呢？難道你就不用交醫保了嗎？難道你就不用去還那個房貸了嗎？難道你的孩子上學就不用交學費了嗎？如果有一天發生了戰爭，你會不會扛起槍上戰場？我呢，會扛起槍，但是我會先守住機場和碼頭，絕不讓一個貪官和富豪跑出去。和平時期你是吃香的喝辣的，褲衩子穿最大的，現在去打仗了，你想打個飛機出去堵着，門兒也沒有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紅牆觀察，我是美玲。2025年的12月29號，中共軍方毫無預警地宣布進行圍台軍演。12月29號，中共東部戰區在其微信公眾號宣布說，從當天開始，東部戰區組織包括陸軍、海軍、空軍和火箭軍在內的4大軍種的兵力，在台灣海峽、台島北部、以東、西南及台島東南方向組織所謂的正義使命2025演習。東部戰區遠火實彈射擊畫面曝光，數十枚火箭彈呼嘯而出。據東部戰區官微12月30日消息，由東部戰區組織的正義使命2025演習已進入到了第2天。眾所周知，中共當局一直把東部戰區當作是重要的攻台的軍事力量。2025年12月22號，中共黨魁習近平才剛剛晉升了2名上將，分別是東部戰區司令楊志斌、中部戰區司令員韓勝言。怎麼才過了1周，就急不可耐地進行圍台軍演呢？其實呀，12月29號的當天，東部戰區在其微信上已經公開說出原因了。這番潑婦罵街式的言論是這樣說的：快速機動，立體布陣，體系風控，一切外來干涉，觸鈍必亡；一切謀獨宵小，欲鈍即斃。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健也是聲色俱厲的不打自招，外部勢力以台制華武裝台灣，只會把台海推向兵凶戰危。這裡的一切外來干擾和外部勢力指的是誰呢？自然是對中共當局態度強硬的美國與日本。請觀眾朋友們注意這樣的一個細節，就在這一次中共宣布圍台軍演的12月29號的當天，軍事專粉台灣 ADIZ 發文指出，有神秘的美國軍機已經抵達了台灣周邊，又強調呢，該軍機沒有開信號。台灣 ADIZ 在另一則貼文中則提到，有美國軍機接近了中國領空，而中共空軍則進行了廣播警告。如果該消息屬實，那麼我們可以想見，在中共剛剛釋放出要對台軍演的當天，美國軍機就已經火速趕往台灣周邊區域了。那麼光是美方的這個速度呢，估計就足以讓習近平感到心驚了。而且呢，美中台3國軍機的無線電對話內容也流傳到了網上。北緯22度45分，東經108度30分，是美國飛機，注意，我是中國空軍，你已接受我指控，立即離開，否則將遭到攔截。I am a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rcraft conducting lawful military activities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. In exercising these rights, as guaranteed by international law, I am operating with due regard to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all states. 中華民國空軍廣播，位於台灣西南空域，高度5000公尺的中共軍機，注意，你已進入我空域，影響我非常安全，立即回轉脫離。有網友笑稱，美日台3方軍機上演大戲，共軍時刻不忘表演，假裝台灣已是共軍領土，警告美軍趕緊走，不然就要攔截他。美軍則是不為所動，不配合他表演，台軍則是讓共軍趕緊離開。對此呢，台灣國防部情次室次長謝日升中將公開回應說，台海周邊屬於國際航道，確實有其他國籍的軍機在活動，那麼具體是哪國的軍機呢？以及來做什麼的，他不便過多說明。而這也還只是道開胃菜。據台灣區域安全通報，一架編號為00CA6181的中共無人機從福建泉州晉江機場起飛，並到台灣澎湖西南空域上空盤旋。而一架美軍的無人機的信號也疑似出現在台灣的高雄上空。這2架中美無人機齊齊出現在台灣上空較勁，成為圍台軍演中的緊張的對視一幕。中共當局還沾沾自喜地對外表示，
其無人機已經飛越台北地標建築101大廈。12月29號，中共喉舌央視公布一段最新的演示視頻，並稱在29號凌晨開始，東部戰區的多型戰機已經組成了空中編隊，向台島以東、台島北部以及台島的西南海空域飛行，並配合海上作戰力量，協同遠程火力，從而展開對海突擊、對陸打擊、空中對抗以及資訊支持等科目的演練。這段長達5分鐘的視頻畫面當中呢，最吸引人的應該是在大約是2分10秒處，可以隱約的看到台北地標建築101大廈的遠景。當時呢，還有一架民航機經過了101大樓上空。中共喉舌央視在微博中洋洋自得地宣布，說這是中共軍方無人機拍攝的現場視頻。有大陸軍事博主表示，中共双尾蝎無人機打卡台北101大廈。解放軍無人機深夜飛抵台島海岸上空，拍了101大樓和淡江大橋的合照，打卡台北。網友對此表示質疑說呢，不是說桃園機場深夜不會有航班起飛嗎？好像早上6點多機場才有客機起飛的。再說了，深夜台北應該是燈火通明的吧？也沒看見有幾個燈光呢。雙尾蝎無人機並沒有飛抵台灣上空，而是在福建靠台灣海域我方上空拍攝。那麼也有較真網友指出呢，第一句深夜拍攝的，我怎麼看到是已經有更專業的解答，就是合成孔徑雷達全天候成像拍的，是從福建上空拍攝的，角度是34度，距離300海里。那麼還有人說了讓黨媽感到十分戳心的話，無人機還不是隱身型。看來呢，這些網友確實是睿智，儘管中共當局極力鼓噪，想再趁機收割一把愛國情懷，但抖音評論區已然是打翻車，眾志成城戳穿中共牛皮了。而中共東部戰區的微博也公布一段拍到台北101大樓的短影片，但是呢，卻沒有說明視頻的來源以及拍攝的時間。對此，旅美視頻人唐靖遠分析指出，這段視頻真的是有可能是從飛機上拍下來的。從中共東部戰區發布的一張全景圖中呢，可以發現拍攝地點應該是在台北外海一處比較遠的地方，而且呢，拍攝高度也比觀音山還要高。畫面右側用粉紅字標識的就是觀音山。從畫面中的地理標注中呢，我們可以發現畫面下方是海面，此外還有淡江大橋和觀音山等。就在觀音山上方，能清晰看到一架民航客機飛過山上的畫面。唐靖遠指出，從視頻畫面中可以發現，拍攝角度明顯是處在比較高的外海上空位置。也有不少專業攝影人士都認為，這個照片呢，可能是中共的無人偵察機在外海距離台北大約是至少40到50公里左右的距離來拍攝的。但視頻的畫面質量並不高，而且呢，央視在播放該視頻時呢，有一種明顯的抖動感，顯示鏡頭穩定性並不理想。那麼更為關鍵的一點就是呢，有人認為，既然中共無人機拍到了這樣的畫面，似乎就代表着中共能對台北發起近在咫尺的打擊，而台灣似乎是毫無還手之力。唐靖遠對這一觀點持否定態度。他指出，這是中共非常典型的在打信息戰與心理戰。原因就是呢，以中共目前的無人機偵察技術，在台北外海大約相距10公里拍下這樣的一張照片，並不需要太高的技術含量。可以說，這是一種非常常規的偵察技術。而且呢，台灣飛機要飛到貼近中國外海的位置，拍一張福建市容的照片呢，這一點都不難。甚至呢，拍攝照片質量還遠勝中共。中共東部戰區宣布，在12月30號早上8點到傍晚的6點，將出動戰機、軍艦、火炮，對台灣形成包圍之勢。而在台灣海峽、台本島北部、以東地區以及西南和東南5處的海空域呢，實行軍事演習，並且進行實彈射擊以及封鎖港口的操練。中國海事局也發布公告說，30號將在7個演訓區域實行實彈射擊。據悉，中共軍演的覆蓋面積及距離台灣的接近程度方面，都超過了此前的演習規模。儘管中共似乎有着志在必得的野心以及盤算，但怎料到人算不如天算。台灣網友整理了中央氣象署的公開資料，制作出台灣周邊海象的示意圖，還把中共劃定的5個演習區域標注出來。結果發現，多數演習區域都處在強風巨浪範圍之內，
而且呢，浪高普遍落在3到5公尺，有部分海域的陣風竟然達到9到10級。從中呢，我們可以看出這5個共軍的演習區域的整個海象條件非常嚴峻。不少網友還形容說呢，眾神護台灣。看來這話呀也是有客觀根據的。那麼說完了神佑台灣的神蹟呢，我們再來說說美國政府對中共軍演的態度。美國東部時間12月29號，川普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出席聯合國新聞發布會。他在海湖莊園的新聞會上對中共環台軍演回應說，我當然看到了，但習近平並沒有告訴我任何關於這件事的信息，而且呢，我不相信他會越界。川普說，不，我什麼都不擔心，還表示中共進行這類演習已經有20年了。而台灣方面呢，也沒有被嚇到。12月29號當天，中華民國國防部公開一段視頻，顯示 F-16V 和海軍田單艦一起監控中共的軍機、軍艦的畫面。台灣軍方出動 F-16V 監控中共殲16戰機，對外傳出了一個信號，即台灣國軍有能力掌控共軍動態。中華民國國防部也公開海軍田單軍艦監控中共軍艦的畫面。X 平台博主海外爆料發帖說，台灣國防部公開一張 F-16監控中共殲16的黑白照片，照片真正的意義比畫面本身其實更為可怕。拍下這張照片的是 F-16V 搭載的狙擊手先進標定夾艙，即一套沒有雷達波、完全靜默的被動追蹤系統。這張照片的背後的信息呢，可真是耐人尋味。博主總結道，這表明在187公里外的空對空追蹤，在5萬英尺的高空中能夠監控地面目標以及不發射雷達。中共軍機雷達警告接受器完全沒有反應。對共軍來說，等你聽到警報的時候呢，飛彈可能已經在你身邊。那麼更為關鍵的是呢，這些被公開的照片都是經過刻意降制的，因為在真實的畫面當中， F-16V 飛行員可以清楚地看見中共戰機掛了幾枚彈藥，是什麼型號以及飛行狀態如何，而國軍飛行員既然看得見，就能夠打得到共軍的戰機。那麼更為致命的是呢，被鎖定的共軍飛行員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時候被拍下的。2025年的12月18號，美國國務院對111億540萬美元對台軍售案進行了知會國會的程序。這其中呢，包括多管火箭系統、反裝甲飛彈，還有攻擊無人機等8項軍售。而台灣的國防部也在臉書發布一段視頻，展示包括美國的海馬斯火箭炮系統在內的各種武器。海馬斯火箭炮的系統射程大約是300公里，能打擊台灣海峽對面的福建沿海目標。看來呢，台灣軍方是嚴陣以待，而且呢，從容堅定。而且台灣民間對此反應也是十分的淡定。旅美獨立時評人蔡勝坤先生在 X 平台發帖說，台灣股市面對圍台軍演竟然是不跌反升。看來呢，台灣人也知道軍演是演給大陸人看的。相較於中共軍方在更換東部戰區司令後呢，就迫不及待地展開圍台軍演的戲碼，中國大陸民眾也表現得十分淡定。中國網易新聞發表文章，標題是東部戰區戰士收復寶島台灣，我們已經做好真打實打的充分準備。但評論區卻是網友們清一色的笑臉，大家都在用哈哈哈來嘲笑中共要攻打台灣的舉動。看來呢，中共一貫宣傳的所謂統一大業、家國情懷，現在也耍不靈了。也有 X 平台博主發帖說，真的好好笑，中共這邊集體高潮了一樣，前戲一套一套的各種對內宣傳片，基本盤到打台灣，結果即將挨打的台灣人一點也不緊張。不光台灣人不吃中共這套，連外國人也不信。Polay Market 上只有 13% 的人相信大陸會進攻台灣。在這次軍演前，中共東部戰區特意做出了一張網絡圖片，上面寫着正義之錘，封港斷線。但在民生凋敝面前，中共的圍台軍演又成了一場笑話。網友們紛紛指出，主要是表演給人礦看的，美國、日本、台灣都不怕，就共黨這個腐敗的樣子，一打全部露餡。也有人嘲諷中共將領說，誰來掛帥打呢？不打台灣，國內管制資產清算，打了台灣，國內外資產和子女全部歸零，兩害相權取其輕，
還是被抓傷害小一點。那麼更讓中共意想不到的是呢，就在12月29號宣布军演的當天，有不少中国網友發視頻向中國喊話，要申請去台灣促統，如不成功，自願留台灣當人質，並表示永不回國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12月29日，本人实名向国家申請且自愿立下赴台促統志願狀，我願携全家赴台撮合統一大業，去說服台灣當局，讓他們徹底回歸祖國懷抱，實現祖國統一。如果完成不了此任務，我願意攜全家作為人質滯留在那邊，永遠不回來給祖國人民添堵。評論區裡十分的熱鬧，我也願意當人質，我申請去監督你，你不能一個人去享福，帶上我們唄。正好是全世界的人都想去。有句話叫做民心所向。看來呢，中共當局不管怎麼折騰，不管怎么打着反腐敗、清理害群之馬的名義進行軍中大清洗，進行看似聲勢浩大的圍台軍演，但中國百姓在經歷極端困苦的現實折磨以後，心裡想的都是如何能夠逃離中共的統治區，甚至希望所謂的境外勢力能夠一仗打翻中共。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泰軍攻打柬埔寨電詐園區，中國百姓紛紛叫好。看來呢，把百姓當人礦的中共當局，在全民的怒火當中已經是搖搖欲墜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點燃希望，為正義發聲。感謝您關注宏祥觀察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